不要用这笔。你打官司，我给他没本事，你信不信打官司？那本来这个钱就是没有属于你们的，这个钱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要是我们自己拿一部分。父亲矿难身亡，获得40万的赔偿金。亲叔叔趁两姐妹未成年代为保管，6年后侄女上门讨要，却被告知钱已经被拿去建了别墅。那么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以下是以姐姐言情为第一视角来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希望你能看到最后。那是6年前，一个如同噩梦般的日子，我的世界瞬间崩塌。当时的我还在上初3，正沉浸在学习的忙碌中，继母的儿子突然跑来告诉我，爸爸出事了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被一记重锤击中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我甚至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怎么会有人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？可是当我看到他的表情，我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爸爸，那个一直是我们家顶梁柱的人，就这样突然离开了我们。我和妹妹从小就被妈妈抛弃，是爸爸用他的爱和关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。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既是父亲也是母亲，他的温柔呵护和坚强支撑让我们从未觉得自己缺少过什么。然而他的突然离世让我们瞬间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和孤独之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妹妹渐渐长大，我们开始听到一些关于爸爸去世时煤矿支付抚恤金的传闻。据说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是作为我们的抚养费。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笔钱，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。这个疑问在我们心中越来越大，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笔钱？它到底去了哪里？于是我和妹妹决定要寻找这笔钱的下落，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继母，毕竟爸爸去世后，很多事情可能与他有关。然而当我们再次来到继母家时，却发现那里已经大门紧锁，房子空荡荡的，似乎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。我们四处打听继母的下落，邻居们的表情却让我们感到困惑。他们盯着我们看了许久，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，然后转过身去，不愿再多说什么。这让我们心中的疑问更加深重，继母到底去了哪里？她为什么会离开？难道她与这笔赔偿款有关吗？终于我们从一个邻居那里得知，继母已经搬走了，还认识了新的男朋友，搬到了市区。我们立刻设法与她取得联系，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继母听到我的声音时，明显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同意与我们见面。见面的那一天，继母见到我们时十分热情，她一手牵着我，一手牵着妹妹，仿佛想要弥补这些年的疏离。我们迫不及待地询问她关于爸爸赔偿款的事情，继母皱着眉头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。她说，当时煤矿确实赔偿了一笔钱，但具体是多少，她并不清楚，因为她没有经手这件事。她还告诉我们，她与爸爸只是同居关系，没有领证结婚，所以在处理爸爸的后事和赔偿问题上，她没有发言权。继母的话让我们感到困惑，既然她没有经手，那么这笔钱究竟是谁在处理呢？我们又该去哪里寻找线索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们回到了爷爷奶奶家。刚进家门就看到爷爷奶奶在争吵，这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。奶奶告诉我们，当年赔偿了38万，继母拿走了20万。虽然双方说法不一，但总额差不多一样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我和妹妹都惊呆了。这么大一笔钱，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一分一毫。奶奶接着说，她记得当时好像有一份协议，但具体放在哪里，她已经记不清了。于是奶奶开始翻找家里的东西，希望能找到那份协议。她拿着手电筒爬上阁楼，在堆满杂物的角落里寻找着。我和妹妹在下面焦急地等待着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终于奶奶下来了，她手里拿着一本存折，而不是我们期待的协议。存折上的记录让我们更加疑惑，上面显示有2笔存款，一笔是20万的3年定期，另一笔是9万的1年定期。但是现在账户已经被注销，9万也被取走了。这9万是谁取走的？为什么要取走？剩下的钱又在哪里呢？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海中盘旋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，仿佛有一团迷雾笼罩着我们，让我们看不清真相。这时奶奶告诉我们，当年我们父亲去世时，赔偿本来由爷爷保管，但爷爷因为父亲的离世而变得精神恍惚，最后这笔钱到了二叔手中。我们拨通了二叔的电话，二叔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热情，他说他正在家里看电视，随时欢迎我们过去。然而当我们赶到二叔家门口时，却发现大门紧闭，不见二叔的身影。二叔家崭新的2层楼房与爷爷奶奶家的土砖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让我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，二叔的房子是不是用爸爸的赔偿款建的呢？
就在我们疑惑不解的时候，爸爸的一个工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。他说，当年大家确实把赔偿款交给了二叔管理，但是二叔的妻子好赌，欠下了很多高利贷，他怀疑那笔赔偿款可能被用来还赌债了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和妹妹感到震惊和愤怒。二叔怎么能这样做呢？那是爸爸用生命换来的钱啊！我们决定再次去找二叔问个清楚。当我们见到二叔时，我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我们的要求，希望他能把爸爸的赔偿款还给我们。二叔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情，他说他会还给我们的，但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和计划。我和妹妹不相信他的话，继续追问这笔钱的下落。二叔开始变得不耐烦，他不停地翻看手机，说他要去上班了，没时间跟我们纠缠。我们现在年龄还小，不要用这笔。你打官司，我给他没本事，你信不信打官司？那本来这笔钱就不是属于你们的，钱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要是我们自己拿一部分，这个钱不属于你们的。我们紧紧地盯着他，不肯放过他。这时，二叔突然提高了声调，愤怒地说：“这笔钱我已经用了，用来建了这栋房子，你们也有居住的权利。”我和妹妹听了他的话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他用这笔钱建房，他怎么能擅自做主呢？而且，这栋房子对我们来说根本无法弥补失去爸爸的痛苦。我们只是想要回属于我们的钱，那是爸爸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点东西。二叔见我们哭了，似乎有些心软，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。他说他也是为了这个家好，想要给我们一个安稳的住处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，难道他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？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村主任文训赶了过来。二叔的态度才稍微缓和了一些，表示愿意协商解决这个问题。随后，奶奶也带着2个笔记本赶到了二叔家。奶奶说，这2个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爸爸过世后的每一笔开销。原来，当初煤矿赔偿了40万，但是办完爸爸的丧事后，剩下的存款只有29万。这些钱确实交给了二叔保管。二叔接着解释说，他用一部分钱买了保险，投保人、被保人都是他自己。他还拿出了一份清单，上面列出了按照政策规定的分配方案。父母的赡养费为11万，我的抚养费为2万7千元，妹妹的抚养费将近7万4千元，剩下的7万是亲属共同努力争取到的，应该4人再次平分。我和妹妹看着这份清单，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委屈。我们同意了二叔的说法，但同时也提出了疑问，那笔保险的钱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？二叔说，这份保险是10年定期，要到期取出，现在还拿不出来。接着，二叔又把问题集中到妹妹的开销上。他说，妹妹这些年在奶奶身边生活，所有的开销都是她承担的，所以妹妹的赔偿款应该扣除一部分。村主任表示，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，一个孩子每年8000的抚养费是正常的。我在爸爸过世后就外出打工，不需要支付这笔费用，但妹妹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了5年，所以赔偿款要减掉4万。妹妹听了这话，急忙把奶奶拉到屋外，希望奶奶能为她证明。妹妹说，这些年她一直领取补助，并没有花掉二叔手中的钱。奶奶看着妹妹，眼中充满了无奈和心疼，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看着奶奶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我心中也十分难过。我知道奶奶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和睦相处，不要为了钱的事情争吵不休。看奶奶的样子，似乎有意偏向二叔，但是这笔钱是爸爸用生命换来的，我们只是想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，这难道有错吗？最终，二叔给我们写下了2张欠条，承诺按银行3年存款利率计算利息，3年内还清。我和妹妹拿着欠条，心中五味杂陈。6年的时间，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挫折，为了这笔赔偿款，我们四处奔波，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。然而，我也知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只能接受现实。也许这已经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局了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和妹妹会更加努力的生活，我们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。同时，我也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重新找回那份亲情，不再被金钱和利益所蒙蔽。